以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美国政府当前的产业扶植的措施和制造业的发展条件，无法按照中国的举国体制去迅速地建立一个超越中国的强大的光伏电池产业。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拜登到底还想不想要清洁能源计划了。拜登政府强行通过所谓的防止维吾尔强迫劳动法之后呢，遭到了各界的批评。有很多专家表示，中国有的是武器来反击这个法案，光伏电池就是重要的一项。中国是很多工业制成品的最主要的供应方，在很多不为人知的产业环境里面，中国甚至是唯一的供应方。拜登政府上台之前，把环境问题作为主要的竞选卖点，上台之后自然要有所作为啊。因此呢，清洁能源的推广是拜登一直挂在嘴边上的话题。2021年的1月，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宣布，到2030年，美国 80% 的电力不再依靠煤炭、天然气或者石油，到2035年实现 100% 可再生电力。所谓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光伏、风力、水电和潮蓄，其中光伏发电是最受重视。2021年的9月，美国能源部发布报告，题目叫做光伏未来研究，号称呢，到2035年 40% 的电力要靠光伏发电。美国在2021年的发电量超过4万亿千瓦时，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的话呢， 40% 的发电量呢就是 1.6万亿千瓦时。那么美国需要多少光伏电池才够用呢？2021年底，新华社曾经报道了宁夏银川的一个光伏电站，这里用的光伏电池每一块的面积是2平方米，一天能发电 1.4千瓦时。那按照这个指标计算的话，到2035年，美国需要布设超过228万平方公里的光伏电池。也就是说，美国要把国土的1/4都铺满光伏电池板。美国能甩开中国去寻找这么多光伏电池吗？那是不可能的。2021年，中国占全球光伏电池产量的 88.4%， 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说到中国的光伏产能，就离不开新疆。根据外电统计新疆生产了全世界1半的光伏电池。如果美国把新疆产品排除在外，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计划那只能是空中楼阁。其实呢，美国只要想开点，自己把这个所谓的防止维吾尔强迫劳动法废止，它的清洁能源计划就很容易实现。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消息，2022年1月到3月，中国光伏电池累计产量为 5987.1 万千瓦。照此计算的话，中国全年的光伏电池产量会超过 2.4 亿千瓦。而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的报告，预计2022年美国的电网要新增2150万千瓦的光伏发电能力。也就是说，美国的需求不过占中国产能的1/10都不到，占新疆产能的1/5都不到。拜登政府既要制裁中国，又要进口产品，怎么办呢？只好自欺欺人。6月5号，拜登宣布对在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生产的光伏组件实行24个月的关税豁免。这4个国家不具备光伏电池的核心生产技术只不过是进口中国产品搞简单的组装罢了，其中肯定有大量的电池片是来自新疆。如果中国政府效仿美国的芯片禁运政策，对美国采取光伏电池的禁运，那会怎么样？美国就必须从全球另外那不到 12% 的产能当中去寻求光伏电池的供应。按照前面计算的数字，除了中国之外的全球的产能全都服务于美国才能解决问题，这必然会带来美国清洁能源工程的费用大幅度飙升，光伏发电就会变成一个谁经营谁亏本的产业。不但如此，还会把全球市场直接送给中国。当然，这也包括我们新疆的光伏企业。这还不算完，中国企业在光伏电池生产上不但拥有规模优势，还拥有技术优势，所以才能拥有价格优势，市场占有率才会不断的提高。搞不好再过几年，美国在中国之外甚至根本都找不着光伏电池的供应商了。人类的产业发展史证明如果一个国家在某种高技术产品上取得了统治地位，
那其他的国家是不能轻易搞禁运的，要么和这个国家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要么发愤图强，自力更生，搞进口替代，否则就是自己长自己的脸。以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美国政府当前的产业扶植的措施和制造业的发展条件，无法按照中国的举国体制去迅速的建立一个超越中国的强大的光伏电池产业。所以呢，美国注定只能在两个笑话之中选择一个，不是防止维吾尔强迫劳动法变成笑话，那就是美国的清洁能源计划变成笑话。这句话就说到这里。